讲到投资吉隆坡这个东西哦，很多人都会讲，我要投资吉隆坡，我要投资吉隆坡的 property。但是要怎样开始呢？这一个东西哦，其实我最近也是有收到一些 inquiry 啊，不管是来自外国的朋友，还是来自马来西亚外州的朋友哦，他们都是会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无从下手。因为其实吉隆坡讲小不小，讲大其实也是不是很大啦，但是它还是有很多选择，然后它也是有不同的那个投资的策略在那边，所以就想要通过今天这一支影片，以一个比较轻松 vlog 的方式来带你们去看一看，要投资吉隆坡的话啦，它这边有什么 market trend， 然后我已经把它分成3个区域了，所以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啦。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我们正式开始。吉隆坡第一个区域啦，就是 Bukit Bintang， 也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旅游景点来的啦。因为这一边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购物商圈 shopping mall area。你看 Fahrenheit， 然后后面就是 Pavilion， 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到 Lot 10啊，可以去到金河广场，然后 Times Square 啊，还有忘记了讲多一个 Sahil Gallery， 就在那个 Pavilion 隔壁的。所以在这边呢是最多那一些游客啊，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朋友啊，他们都是首选会来这一边 shopping。所以你看这边的人潮，今天是星期四，但是马路上一样的那么多车，一样那么多人。所以如果是讲然后在这边附近的 property 呢，它其实会比较多是适合拿来做那种短租的那种 investment short term rental 的 short term rental， 也就是我们每次讲的啦 Airbnb 的咯。所以你看啊，其实在这边也是有好几座 completed 了的 project 啊，好像这个 Exxon 哦，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property 是 under construction， 然后即将要 complete 了的。但当然啦，在这边出现的 property 它也不是完全是能够拿来做 Airbnb 的，因为这个 Airbnb 的东西也是要 depends on 它的 GMB 里面的那些法规啊，那一些条规 ，OK， 还有那一边的 owner， 他们大部分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做这个东西的。然后在 Bukit Bintang 本身呢，也是会有一个 MRT 站 ，OK， 而且这个 MRT 站可以讲是整个 Bukit Bintang 里面最中间的点了啦。因为这个Pintu D一出来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个 Lot 10哦，就在 Lot 10门口，然后就有一个蛮出名的十字路口。它给我的感觉好像什么呢？没有，就是好像日本的那一个Shibuya Crossing 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因为在这边他们也是特地画了一个 cross 的那一个斑马线，然后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景点，打卡景点就是 McDonald。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McDonald 变成一个出名的打卡景点。我身为马来西亚人，那我真的不明白。这个是第一个区域咯，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一个区域的 property 的话呢，大多数还是会以 short term rental 的 investment 为主，而且它的 return 是相当的可观，因为 occupancy rate 啊，在这边我可以很有信心跟你讲，都是88%左右或以上的。如果你去到 peak season 的话，然后再讲一下啦，这一个 Bukit Bintang 哦，就是虽然它的最主要的旅游景点就是这个Jalan Bukit Bintang，但是一来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啊，如果你往右走下去的话呢，就是我这一个方向，这一个是Wolo，这个Wolo这一个江车走下去的话呢，其实就有很多那一些办公楼。OK，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如果你投资这一边的 property 的话呢，其实你不一定只是 target 游客作为你的出租对象，其实在这一边你的那些上班族、专业人士上班族，他们也是你的出租对象。而且我相信这一些上班族呢，他们对房子的品质要求是相当的高，因为第一，他们的收入肯定会比一般的来高。因为不要忘记，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首都在这边上班的人呢，他们的平均收入肯定是会比全国来的会更加的高的。所以变成，如果在这边找房子的话呢，他们对房子的品质要求也是比较的高，所以意味着他们也愿意付多一点租金来租下他们的房子。OK， 所以在这边也是可以做短租，也是可以做长租。OK， 所以这边的行情大概是这样子啦。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Shibuya Crossing。叫做 Bukit Bintang Crossing， 虽然这一个 Bukit Bintang Crossing 没有Shibuya的这样夸张的人流量，但是 OK 啦，也是一个特点来的啦。马来西亚的天气太过热情了。So， 讲到吉隆坡市中心里面的交通啊，除了有这个 MRT 之外哦，巴士其实也是一个蛮方便的一个工具来的，因为在这边除了会有需要付费的 Rapid KL Bus 啦，
它还有这一个 Go KL 的免费巴士，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免费，只是给马来西亚公民。这一个免费的 Go KL 巴士啊，其实分成3条线。今天我只是会坐青色的这条线，因为我要带你们去看这一个吉隆坡市中心第2个区域，那就是 KLCC 这个 CBD 啦。走，我们差不多到巴士站了。Green Line。sekarang kena bayar。有 IC free。如果是你是非马来西亚公民的话，它是需要收费的。所以刚才我们上车的时候是给他看一下 IC， 然后就可以进来了的。这个是其中一个蛮方便的，在吉隆市中心里面的公共巴士，因为它都能够连接到很多主要的，除了旅游景点啊，它还有那一些办公的地方。好像你看这一个青色的线，它这一路走就是这一个加兰苏丹伊斯马尤，你会看到很多那些 office 都是在左右两边的。这条线呢是直接带到你去 KLCC 的入口处的。OK， 所以我已经下车了，就是真正在这一个 KLCC 的入口处啦。所以来到 KLCC 这个区域哦，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可以讲是另外一个环境啦，另外一种环境的。在这边呢，你就是看到会比较多那种商务的那种 expatriate 啦、上班人士啊这样子的人出没的地方来的。所以你看到很多那种3公两gang啊，然后穿着西装的。OK， 这样子走在街上的很多了，因为这边呢都是以办公室为主的一个地方来的。OK， 有 Public Bank 的 Tower 啦，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office 都在这边。哦，这样当然啦 ，KLCC 它除了本身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之外哦，其实它这样做 Tower 本身也是办公楼来的。所以很多那一些高收入群体的人士都会在这边出没的，所以变成在这边的 property 啦，可以讲是比较适合或者是比较注重在 long term rental 的那一种 property， 就是他们一租就是租1年或以上的这种情况的。OK， 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 market。然后在这边他们对房子的需求也是会更加不一样。OK， 他们会对他们的生活的便利很注重，然后附近有没有超市啊？交通方不方便啊？这些东西他们都很注重。我也不想一直只是为了卖 project 卖项目来做片给你们看，然后就希望看看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们讲解这一边的行情环境啊。最主要就是给你们看这边的环境是怎样啦。所以你看啊，这个 KLCC 里面的商场哦，它里面的这些牌子、这些品牌哦，也是相当的高级的，其实不会输给 Pavilion。OK， 这样 Pavilion 跟这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边是旅游区咯，就是这样而已咯。然后这一边是商务中心，所以在这边他会出没的人都是在这边上班的啦。第一，然后还有就是可能那些外国人他们来这边做工的话，他们可能会带他们的家人来这边住的。OK， 所以这一个也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可以逛的一个热场商场，因为你看它楼下有那一个超市的。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值得一提的什么呢？其实KLCC 这一个区域哦，是吉隆坡第1个 CBD 来的，是第1个哦。OK， 它是在1999年的时候，这一座双子塔就完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引进了很多那一些大公司、大财团、大集团进来这一边开办公室啊，等等的，所以就制造了很多就业机会。OK， 包括 Petronas 我们的国有公司本身也是在这边有办公室啊，这一座是它的嘛，所以变成在这边他们就制造了很多工作机会咯。然后在这边的上班族啊，他们平均收入也是相当的高，所以消费水平、消费能力也是很高。变成你在这边你能够出租的价钱哦，肯定是会比其他的地方来的还要高啦。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想象一下啦，如果你是在这边上班的，你已经是收入可能一个月1-2万块马币之类，你肯定是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找一些比较好品质的那一些房子来给你住的嘛。那这个就是 Cold Storage 在那个 KLCC 的顶楼。哇，这边的 Blueberry 8块钱一个 packet。一个 packet 多重呢？125 gram。Sorry 啊，我不是买菜的那一位，所以可能我不太清楚这边的行情价钱，但是我总是觉得应该是会比其他的 supermarket 来的贵一点点啊。
但是无所谓，这一个东西真的无所谓，因为你看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咯，在这边上班的人，他们的收入肯定会比其他地方来的高，所以变成在这边他们也消费得起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你们是不熟悉吉隆坡环境的，尤其是你是来自外国的你，可能这一支影片可以给你一个对吉隆坡一个初步的了解啦。有熟食的看麦咯，我们的国民有饮料，稍微贵一点点啊，但是 OK 吗？因为这边是市中心了嘞，一切都是讲究效率方便，所以这些价钱真的对住在这边的人，或者是在这边出没的人来讲的话呢，其实不怎么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这是我的看法啦。所以不知道目前的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可以在留言区那边comment留言交流一下。KLCC 是整个吉隆坡里面第一个 CBD 嘛，第一个商圈嘛，所以其实在这边呢，可以讲是蛮饱和了的这一边的发展，因为大部分的大片土地都已经是被用到完，剩下的你看到的啦，都是那种小片的那种土地，所以变成它是这样子的项目出来的话啦，都是比较少单位咯，可能，然后价钱也是相当的高的。OK， 这样可能你会问我，这样子还有没有发展空间呢？有，那就是接下来我要带你去看的第三个区域，也就是这一个全新金三角的第三个区域，那就是 TRX 啊。So let's go。在 KLCC 我就顺便用这一个 MRT 这一个公共交通来带你们去到这个 TRX 这个公共交通啊，在吉隆坡市中心来讲也是相当的集中，因为有蛮多条那种火车线都是会经过这一边的。OK， 包括现在我要去打的是一个是叫做这个叫什么 line 啊 ，Kelana Jaya Line。OK， 因为 Kelana Jaya Line 呢，它可以连接到 MRT Line 2我们的捷运第2条线，而且这一个第2条线呢是可以直接连接到去 TRX 的。因为 TRX 啊是在整个吉隆坡市中心里面这个金三角里面呢，唯一一个地方是有 MRT 的交界站的地方来的，所以那一边的人流量肯定会更加的高啦，然后让我们去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是怎样啦。从 KLCC 要去到 TRX 其实有好几个方法的。现在我们在这边嘛，所以我选用的方法呢，就是去到这个 Ampang Park 的站，因为这个 Ampang Park 站呢，你可以走到去 MRT Line 2，OK， 你转站，你就可以去到 TRX 了。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你要走出去。OK，KLCC 从那个 KLCC 会展中心的那个入口出来，然后走到去 Conley， 一走到去 Conley 的话呢，一个站就可以去到 TRX 了，所以这边是有2个方法的。OK， 所以由此可见呢，其实在吉隆坡里面的这些捷运的系统啊、MRT、LRT 的系统啊，其实也是相当的方便、相当的先进。我发现到马来西亚人搭 MRT 也是有这种美德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赶时间的话，你还是靠左边站。OK， 甚至我看过有一些 video 很搞笑的，他们真的是会排队的就是排吃蛇游戏这样子排，然后就上火车或者打 escalator 上来。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马来西亚人 good job。我的母校，嘿嘿。我再 further 讲一下啦，其实整个 KLCC 的这一个商务区最主要就是这一个Jalan Ampang这一条主要道路。OK， 所以它是从那一个Jalan Tun Razak那一个交界处一直延伸进去，连接回去那个Jalan Sultan Ismail，然后又回去槟榔了。OK， 所以你看这整条路啊，它就是以办公楼为主的，然后再往我后面那个方向再去的话啦，就是回去Jalan Ampang的那一个大使馆去了的。OK， 所以它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子连接在一起。这边就是除了有这一些办公楼，它还是有这一些算是高级的酒店因为都是要来迎合这一边的那些商务的 traveler， 那种 business traveler。那边就是你看 JP Morgan 都在这边啊，看到吗？看到吗 ？JP Morgan 在这边。所以这边有很多这一些外国的集团啊、外国的企业来这边设办公司的，所以就会有很多就业机会咯。这一个就是即将要成为最高的品牌公寓 Oxley Tower Seoul KL 了。讲到 MRT 站或者是那种交界站不是每一个 station 都是会直接在里面通在一起的。好像这一个 Ampang Park 这一个例子啊，它是2个站分开来的。它为了要让你更加你的体验啊，就是更加的好的体验它是会做完这一些有盖的步行道就变成你不用日晒雨淋啊。OK， 这个也是在吉隆坡市中心里面看到的一个蛮不错的，给人行
给步行的人一个不错的一个设施来的。基本上在市中心里面，它的这一些 pedestrian walkway 我看到的是有进步了的，比起很多年前。OK， 就是因为吉隆坡的车流量多嘛，所以为了要鼓励人走路，就做好这些设备咯，就是这样子咯。然后到了Ampang Park 的 MRT Line 2 Station， 再搭多1、2、3个 station 就来到 TRX 了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 Conde Station 咯，就是从那一个 KL Convention Center 那边出来，后面然后你就可以走到来这个 Conde Station 的哦。所以呀 ，either way。来到这一个金三角的最后一个地段最后一个区域，那就是 TRX。其实整个 TRX 里面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我之前它在开张的时候，我也是有做过一支影片的，你们可以打开来看。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现在正在崛起的一个金三角地段，因为它除了是一个全新的 CBD 之外啦，其实它也是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istrict， 就是世界级别的金融中心。所以它的那一个106塔，其实它就会入驻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一些大集团啊 ，OK， 包括了有这个蚂蚁集团啊、Agoda 啦等等的 ，OK， 都会在里面，所以变成在这边它又是可以讲又在制造多另外一批就业机会，更加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这一个它不像 KLCC 这样简单而已，因为它这一个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development。它除了有商场，还有办公楼，它还有住宅单位，所以这边我也是讲了咯 ，TRX 或者是整个吉隆坡的楼王 TRX Residence， 所以在这边它的入住率也是相当的多，相当的高，而且很方便。你看它这个 TRX Residence， 它第一期2个 block 啊，一下来旁边就是那个 TRX Mall 的商场了，然后走起前来就是这一个 MRT 站，你看几方便了没有？它还方便过 KLCC， 知道吗？呀，所以这一个 TRX 它这一个地方它为什么那么成功？除了也是因为它的这一个项目的背后的推始人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财政部啦，因为这个是财政部的项目来的嘛。这样当然啦，它做出来的那些 building 啊，那些 project 的 specs 啊，其实都是相当的 high end 的，包括了有注重环保的啦。这个是在吉隆坡市中心里面可以讲是相当高的一个 GBI 级别的 project 啊，它是拿到 Platinum 级别的。OK， 所以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最新的 technology， 然后又是最新的 concept。总之，他们就是要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包括工作，全部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就是整个 TRX 的概念。我已经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级茶餐室，它叫做统给。但是在这边呢，因为它是在 TRX 隔壁，所以它就叫做统给 Plus， 很厉害。因为现在是刚好是12点，午餐时间。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啊，其实在这边上班的人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讲，如果在 TRX 附近买房子来投资的话，注重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拿来做 long term rental 的，相当的高要求。OK， 因为这边上班的人太多了所以呀，但当然如果你要做短租的也是有啦，但是在这边附近可能它的需求量可能Bukit Bintang会来的更加多那种短租的 rental demand。所以这边的还是比较注重在 long term 的那种长租的，1年或以上那一种的。排了大概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位置，不是找到位置，就是排到给我们位置。因为你看从这样子的现象，或者是从这样子的人潮就更加有信心跟你讲，这边就是上班人是居多的地方所以。你就懂你的这一个投资策略是要怎样安排咯 ，OK， 但当然我选到的这间餐厅是比较多本地人来吃的啦。在 TRX 里面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不同 cuisine 的餐厅，有西餐、中餐、日本餐、韩国餐，甚至中东餐等等的，就是为了要迎合、为了要符合这一边的人群的口味。所以今天这一集 video 可以讲算是一个新的尝试了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的 video OK， 还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或者是如果你们也是喜欢的话，欢迎在跟我们群里面留言给我知道，或者是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推荐的话，也是可以留言。最主要我是想要 share 更加多关于在这一边环境啊，这边的市场啊这样子的信息的视频，所以希望这样子的视频可以给你们有一个参考的价值啊。我叫的这个是特别的，这个只有这一间Tongkay Plus 才有的，它叫做熊猫饮料。哇！吃饱午餐返回工商，现在走路回去坐 MRT， 然后回去Bukit Bintang，就简单来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了。OK，就刚才我已经分享了，吉隆坡市中心里面有分成3个区域。这3个区域的环境啊 ，market trend 啊，都很不一样的。这样当然价钱哦，当然也是除了因为这3个地点的不同之外啦，它的房龄 ，OK， 它的 property type， 它的 concept， 它的大小也是会跟着不同的。OK， 但是它的 range 啊，在这边呢，如果是讲从Bukit Bintang到 KLCC 是大概1500到2000多一方尺，最贵就是Pavilion那边咯，Bukit Bintang那边是大概3000块一方尺，Pavilion Suite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TRX 啊。TRX 上目前我所知道了，好像是一个 TRX Residence 哦，它目前能够成交到的是大概2500到2800一方尺的。OK，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给你一个 reference center 啦。这样至于租金来讲的话呢，就要看你提供怎么样的装修咯。因为就好像我刚才一直有 emphasize 到的，这边的租客啦，他们都是会比较注重他们的这个房子的品质。他们里面的装修的这些 quality 啊，它的美观之类的，所以也是会因为你提供的这些家具、这些装修而定下来的那一个租金的。如果喜欢这一支影片呢，帮我按赞分享出去啦。然后，如果来自外国的你想要来了解、更加深入了解这一边的环境的话呢，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你有来马来西亚、你有来吉隆坡的话，可以来找我，可以来带你看一看环境，来了解一下这一边的生活习惯啊。这边的环境啊，还有那个房价的趋势等等的。So， 影片就到这里了，所以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和我的 Facebook page， 我们下个video见啦，拜。